你要离婚？好啊，我同意。我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推到他面前，嘴角微扬。王磊瞪大了眼睛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。你真答应了？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手指在桌面上不安地敲击。是你说门不当户不对的，既然你考上公务员就想换门当户对的，那我成全你。我起身拎起包，不过借你备考的10万块，记得还我。王磊的脸色变了又变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3个月后我们会在同一个政府部门相遇，而他看见我的那一刻，脸上的表情比见了鬼还要惊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小文，今年28岁。3年前，我和王磊结婚了。那时我们都是普通上班族，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行政，他在一家私企做销售，日子过得平淡，但算安稳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2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，足够我们在城郊买了一套小房子。我们的生活就像千千万万对年轻夫妻一样，柴米油盐，朝9晚5。王磊是个有上进心的人，这也是我当初嫁给他的原因。但上进心有时候也是把双刃剑，尤其是当一个人看不到现实的出口时。那是去年年初的一个周末，王磊的大学同学李强来家里做客。酒过3巡，李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考上公务员后的好处。真的兄弟，我现在一点不担心失业，每个月工资准时到账，还有各种福利补贴。李强端着酒杯，脸上写满了得意。最关键的是有编制啊，以后养老什么的都不用愁。王磊听得眼睛发亮，一个劲地给李强倒酒，追问各种细节。李强喝得微醺，瞥了我一眼，压低声音对王磊说，而且单位里的资源好啊，你知道的，各种关系都有，人脉不一样。我在一旁洗水果，听到这话只是笑笑，没当回事。送走李强后，王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晚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。小文，我想考公务员。凌晨2点，他突然坐起来对我说。夜色深沉，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。现在说这个，明天再讨论吧。不，我想好了。王磊拉开床头灯，眼睛亮得吓人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私企太不稳定了，天天担心被裁员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我坐起身，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安。考公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竞争很激烈的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想辞职专心备考。王磊说的斩钉截铁，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在我心里爆开。辞职？那我们的房贷怎么办？就靠你一个人先扛一段时间。王磊握住我的手，眼神恳切。就1年，如果考不上，我再重新找工作。我沉默了。1个月的房贷就要4000多，再加上日常开销，我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够。但看着王磊渴望的眼神，我不忍心泼冷水。那你真的有把握吗？我迟疑地问。有。王磊信誓旦旦地说，李强都能考上，我怎么会考不上？我大学成绩比他好多了。就这样，王磊辞掉了工作，开始了他的公务员备考之路。每天早上6点，闹钟还没响，王磊就已经起床了。我常常是被他轻手轻脚起床的动静惊醒，睁开眼就能看到他披着晨光的背影。他会在阳台上摆一张小桌子，捧着一摞厚厚的资料，一遍遍背诵申论范文。攻崇为志，业广为勤，奋斗创造幸福，实干成就伟业。他的声音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，
生怕打扰到还在睡梦中的我。有时我会悄悄起床，给他煮一杯咖啡，再做些简单的早餐，多睡会儿，不用管我。他接过咖啡，眼里满是温柔和感激。那时的他，眼神里还有光，笑容里还有温度。中午时分，他会简单吃个午饭，有时只是一碗方便面或剩饭。够了，够了，我不饿。他总是这样说，然后迅速回到书堆前，继续钻研行测题。我心疼他，周末总会提前做好几份菜，分装在保鲜盒里，让他热一下就能吃。知识我可以一口一口地学，但有你做的饭菜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他偶尔会抬头对我说这样的话，让我心里甜滋滋的。晚上他会做模拟试卷，常常做到深夜。我下班回家，总能看到他埋首书堆中的样子，眉头紧锁，时不时地抓抓头发，一副苦思冥想的模样。今天学得怎么样？我轻声问，不敢打扰他太久。还行，这套题做了85分，比昨天进步了。他眼里闪着光，像个得了表扬的孩子。这样的时刻，我会从背后轻轻抱住他，亲吻他的发旋。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。他会握住我的手，偷偷在我手心里写下谢谢2个字。曾经的我们就是这样温柔地爱着彼此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存款在迅速减少，银行卡余额每天都在缩水，2个人的积蓄抵不过1个人的支出和房贷。为了多挣点钱，我开始接受公司的加班任务，有时候甚至周末也去上班。不用这么拼命，我可以找份兼职。王磊看着我疲惫的样子，提议道：“你专心备考就好，家里的事我能扛。”我坚持道，不想他分心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都累得几乎站不住，但还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有时候，王磊会从书堆中抬起头，看我忙碌的身影，眼里闪过一丝愧疚。要不今晚我们叫外卖吧，你太累了。他会这样提议。没事，做饭是我的放松方式。我总是笑着回应，不想他有负担。偶尔的夜晚，当他复习到深夜，我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杯热牛奶，放在他的桌角。他会拉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等我考上了，一定好好补偿你。”那时我信了，以为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，彼此扶持，共同前行。而王磊则完全沉浸在他的备考世界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状态也在悄然改变。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，王磊变得越来越焦虑，他开始睡不好觉，常常半夜惊醒，然后爬起来继续看书。我会默默地陪在他身边，递上一杯温水，轻声安慰：“没事的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”但焦虑就像传染病，一点一点侵蚀着他的理智和温柔。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动不动就冲我发火。这道题我都做错3次了，是不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考公？他把试卷揉成一团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我默默捡起来，抚平褶皱。别这样想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是深深的无力感。可是时间不等人啊，我们之间的对话渐渐变得单薄而功利，不再有甜言蜜语，只剩下考试、复习、模拟分数这些冰冷的词汇。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我都被你吵得不能集中注意力了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碰倒了花瓶，他立刻把书一摔，冲我吼道。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到了，手指被碎片划伤，鲜血滴在地板上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蹲下身，一边收拾碎片，一边小声道歉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血顺着指尖流下来，我却不敢出声，怕再次惹他生气。王磊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重新拿起书。
但表情依然很冷。我趁他不注意，悄悄用纸巾包住流血的手指，然后继续收拾碎片。那道伤口不深，但留下的疤痕却在我心上。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，我开始习惯小心翼翼地走路、说话，甚至呼吸。曾经我们一起看电影时的放声大笑，一起做饭时的打闹嬉戏，都变成了奢侈品。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，我站在墙的这边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，而他在墙的那边，全神贯注地备考，对我的感受视而不见。有时候，我会躲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，但又不敢让他发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厨房里无声地哭泣，肩膀轻轻颤抖，王磊突然从背后抱住我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太紧张了，我不是有意朝你发火的。我转过身，扑进他怀里，泪水浸湿了他的衬衫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成功。那一刻，我以为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，但第二天，一切又恢复原状。我告诉自己，等他考上公务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段艰难的时光，但也是我们婚姻中最紧密相连的时刻。尽管这种连接充满了压力和委屈。考试前1个月，王磊提出想报个培训班，听说这个班的通过率特别高，很多人都是靠他上岸的。他给我看手机上的广告，眼里充满期待。广告上写着考上公务员，人生新起点，配图是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，笑容灿烂。多少钱？我问，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1万，王磊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犹豫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么贵？1万块，相当于我1个多月的工资，而我们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。投资啊，考上了不就回来了吗？王磊不以为然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执拗。我看着他熬红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，心一软，算了，你都坚持到这一步了，不能在最后关头掉链子。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。我看了看银行卡余额，所剩无几，已经不够支付下个月的房贷了。我去跟我妈借吧，我最终说道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王磊欣喜若狂，一把抱住我，老婆，你真好，等我考上了，一定加倍补偿你。我靠在他肩头，默默地点点头，不知为何心里泛起一丝苦涩。就这样，我瞒着王磊，告诉母亲我们想做点小生意，借了10万块钱。母亲将积蓄全都给了我，还叮嘱我，小文，日子过得怎么样都好，别太委屈自己。我强忍泪水，点头答应。1万块给王磊报了培训班，剩下的9万我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是我第一次对王磊撒谎，也是我对这段婚姻的最后一丝防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王磊真的考上了。那天他接到通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我考上了，真的考上了。他一把抱住我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，脸上的表情比我们结婚那天还要兴奋。我被他转了个圈，双脚悬空，仿佛回到了恋爱时的甜蜜。看，我就说你行的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由衷地为他高兴。我也被他的喜悦感染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恭喜你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他捧着我的脸，亲吻我的泪水。谢谢你一直支持我，没有你，我不可能成功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值得了。我们一起拉着手去超市，买了1瓶香槟和一大堆零食，像2个孩子一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晚上，王磊难得地放下手机，专注地陪我看了一部电影，还主动承担了洗碗的任务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他握着我的手，眼神真挚。我笑着点头。
以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。王磊被分配到市政府机关工作，每天西装革履，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。他开始变得讲究起来，买了好几套名牌西装，还特意去理发店做了个时髦的发型。小文，我现在是公务员了，形象很重要的。他对着镜子端详自己，满意的笑了。我看着镜中光鲜亮丽的他，恍惚间觉得有些陌生。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会就此好转，但我错了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王磊上班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开始嫌弃我的工作太普通，收入太低。你看你，天天在那种小公司上班，有什么出息？他常常这样对我说，语气里满是轻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只能沉默。是啊，如果不是为了支持他考公，我也许早就跳槽到更好的公司了。王磊开始频繁参加各种饭局应酬，常常深夜才回家。单位的应酬多，没办法，他总是这样解释。但我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气和淡淡的香水味。我不想多想，只当是女同事的香水味道沾到了他身上。渐渐的，王磊不再带我参加他的任何社交活动。你又不了解我们单位的事，去了也听不懂，多尴尬。这是他的说辞。我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、看电视、睡觉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王磊难得在家，但一直在摆弄手机，时不时的偷笑。我假装看电视，实际上一直在观察他。王磊忽然抬头，严肃地说：“小文，我们谈谈。”我心里一沉，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怎么了？我放下遥控器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我想，我们离婚吧。王磊直截了当地说，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这句话还是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我的心脏。为什么？我声音发颤。王磊避开我的目光，看向窗外。我们不合适，门不当户不对。我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门不当户不对，3年前结婚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？那时不一样。王磊皱眉，现在我是公务员，单位里很多人都在看着。单位里的人怎么了？我追问。王磊支支吾吾了一会儿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我们处长想给我介绍他女儿，你知道的，如果能成的话，对我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。我的心彻底凉了。原来如此，他是攀上了高枝，就想把我这个拖累甩掉。我不想离婚，我硬撑着说。王磊脸色一变，你非要为难我是吗？这对你也没好处啊。什么意思？我警惕地问。我在机关工作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我可能会受影响。王磊的语气带着威胁，到时候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是威胁，是事实。王磊冷冷地说，而且离婚对你也好，你可以重新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何必跟着我受苦？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无比陌生，他不再是那个我深爱的丈夫，而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抛弃一切的陌生人。行，我答应离婚。我出乎意料地平静下来。王磊明显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我说，什么条件？王磊警惕地问。你要还我当初借给你报培训班的钱，10万块。我直视他的眼睛。王磊脸色微变。10万？明明只有1万，剩下的9万是我借的救急钱。因为你备考期间我们入不敷出。我冷笑道。怎么，现在翻脸不认账了？王磊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头。好，我会还你的，先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第2天，我们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，一纸协议
3年婚姻就此终结。我们的共同财产不多，那套房子还有大笔贷款，我主动放弃了所有权。唯一的条件就是王磊必须在3个月内还清那10万块钱。办完手续，王磊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。小文，谢谢你的理解，他假惺惺地说，希望你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归宿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我没有想象中的悲伤，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，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回到公司，同事们都知道了我离婚的消息，纷纷来安慰我。小文，你太委屈了，怎么能这样啊？我的好友张丽抱着我说，是啊，你付出那么多，他考上公务员就翻脸不认人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另一个同事愤愤地说，我只是笑笑，没关系，离开这种人是我的幸运。张丽担忧地看着我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工作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我敷衍道，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这段婚姻让我明白，我不能再依赖任何人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不会被伤害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浏览各种招聘信息。突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市政府法律事务部门招聘专职法律顾问。我愣住了。大学时，我学的就是法律，还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，只是毕业后没找到相关工作，就去了外贸公司，渐渐地把这事给忘了。这个职位要求申请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，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，而且薪资待遇比我现在的工作高得多。我的心跳加速了，这是命运给我的机会吗？我立刻打开简历，开始修改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把简历发了过去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面试通知。面试那天，我精心打扮，穿上了最正式的套装，化了淡妆，看起来自信又干练。面试官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，看上去很严肃。林小文是吧？他看了看我的简历，你的法律背景很不错，但为什么一直在外贸公司做行政工作？我坦然回答，因为当初毕业时法律相关岗位竞争激烈，我没能如愿进入这个行业，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法律的学习和关注，定期参加相关培训和研讨会，保持专业知识的更新。面试官点点头，又问了几个专业问题，我都回答得很流利。你现在在外贸公司工作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想换工作？他最后问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想回归我的专业，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。而且我最近刚经历了离婚，想借此机会重新开始。面试官的眼神有了变化，似乎对我的坦率有些意外。好的，林小文，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结果。他站起来与我握手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录用通知，我成功了。离开外贸公司的那天，同事们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。小文，恭喜你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张丽拥抱我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我笑着点头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有空一定常聚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将成为市政府法律事务部门的一员。虽然职位不高，但起点已经比我之前好多了。怀着忐忑而期待的心情，我开始了新的工作。法律事务部门的工作内容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，主要负责审核各种合同和文件的法律风险，参与重大事项的法律咨询，有时还需要代表政府出席一些法律谈判。刚开始的1个月，我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，努力适应新环境，学习新知识。好在我的法律基础扎实，
加上认真努力的态度，很快就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。林小文，这份合同审核得很细致，做得不错。部门主任王处长经常这样肯定我的工作，我的信心也逐渐增强，工作状态越来越好。离开王磊后，我租了一套小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温馨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会去超市买些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自己做饭，然后看会儿书或者电视。偶尔周末，我会约上几个同事去爬山或者看电影。日子忙碌而充实，我渐渐忘记了过去的伤痛，开始享受独立的生活。王磊按照约定分3次还清了那10万块钱，每次转账他都会发微信问候几句，但我只回复简单的收到2字，再无其他交流。我以为从此我和王磊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分开，再无交集。命运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进入法律部门3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。小文，有个重要项目需要你参与。王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市里最近要推进一个旧城改造项目，涉及金额巨大，需要做详细的法律风险评估。我点点头，好的，王处长，我会认真负责。明天上午9点，会议室开协调会，你准备一下，到时候一起参加。王处长说。第2天，我提前半小时到了会议室，开始整理材料。陆续有人进来，我礼貌地点头示意，但没太在意。直到主持会议的副市长宣布会议开始，我才抬头环顾四周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目光与对面一个人相遇，那个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睛瞪得滚圆，仿佛见了鬼一般。是王磊。我的视线凝固在王磊身上，他慌乱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。我微微一笑，从容地低头翻开文件，仿佛对面坐的只是一个陌生同事。王磊的手在桌面上不安地敲击着，领带也被他扯得歪歪斜斜。副市长继续介绍着与会人员，这位是我们法律事务部的新成员，林小文律师，毕业于首都政法大学，持有法律执业资格证，将负责本项目的法律风险评估。会议室里的目光纷纷投向我，我礼貌地点头致意。各位好，我会尽力为项目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持。王磊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，脸色在苍白和涨红之间不断变化。下面请规划部门的王磊科长介绍一下项目概况。副市长的声音将王磊从震惊中拉回现实。王磊站起身来，喉结上下滚动，艰难地开口：各位好，我是规划部门的王磊。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，视线在文件和我之间慌乱地游移，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自信和从容。王科长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副市长皱眉问道。王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紧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介绍项目，但声音干涩，语速过快，不时看向我，似乎在确认我是否真的存在。我则全神贯注地记着笔记，偶尔抬头微笑，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过往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轮到我发言，分析法律风险点。我站起身，声音平稳有力。根据我的初步评估，这个项目涉及到征地拆迁、环境影响评估等多个法律领域，需要特别注意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像锋利的刀，精准而有力，让与会者频频点头。王磊的眼神从一开始的震惊，慢慢变成了复杂难明的情绪，或许是不甘，或许是懊悔。会议结束后，王处长拍着我的肩膀：小文，
说得太好了，看来我们部门这次找对人了。同事们也纷纷向我投来赞赏的目光，而王磊则匆匆收拾文件，落荒而逃，走出会议室。我刚转过拐角，就被一只手拉住，回头一看，是面色惨白的王磊。小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的声音又惊又怕，手指用力的几乎掐进我的手臂。我冷静地挣脱他的手。王科长，请注意你的行为，这是在办公场所。王磊像是被烫到一般缩回手，目光闪烁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意外了。你什么时候来市政府的？3个月前，我平静地回答。如果没有其他公事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等等，他急切地拦住我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吗？故意到市政府来，是为了报复我？我忍不住笑了。王磊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我是凭自己的实力考进来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不可置信地摇头。不可能，这要巧，世界上的巧合多了去了。我直视他的眼睛。比如，一个男人考上公务员就翻脸不认人，这不也很巧吗？王磊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王科长，请让一下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我绕过他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尽管手指还在微微颤抖。张律师，我的同事兼办公室搭档关切地问道。小文，你没事吧？脸色不太好看。我勉强一笑，没事，可能是会议室空调太冷了。刚才那个规划部门的王科长一直在看你，你们认识？张律师好奇地问。我犹豫了片刻，决定实话实说，他是我前夫。啊！张律师震惊的下巴几乎掉到地上。就是那个考上公务员就跟你离婚的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打开电脑开始处理文件。真是世界太小了。张律师还在感叹，难怪他今天表现得那么奇怪，讲话都结巴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，心里却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那天下班，我刚走出办公大楼，就看到王磊站在门口，像是专门等我。有事吗？我冷淡地问。王磊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我直接拒绝。公事上的事情，办公室见面说就好。小文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。他的眼神里带着恳求。我摇摇头。王磊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私人往来，就当是我赔罪，行吗？他固执地挡在我面前。我看了看表，20分钟，不能再多了。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厅，点了2杯咖啡，沉默地面对面坐着。你瘦了。王磊率先开口，眼神中带着我熟悉的温柔，那是他考公之前的样子。我轻轻搅动着咖啡，淡淡地说，有话直说吧，时间有限。王磊深吸一口气。我和处长女儿的事情没有成，他看不上我。我几乎要笑出声。所以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后悔了。小文，王磊突然握住我的手，我们能不能复合？我猛地抽回手，像是被烫到一般。王磊，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我是认真的。他急切地说，我真的很后悔，这3个月我过得很不好，没有人像你那样照顾我，理解我。我冷笑一声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缺一个保姆了。王磊脸色一变。你怎么变得这么刻薄？我没变，只是不再傻了。我起身准备离开。王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各自安好吧。等等，他拉住我的手腕。你现在在法律部门工作，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我愣住了。帮你什么？王磊压低声音。处长最近对我不太满意，想把我调到下面的街道办。你能不能跟王处长说说好话？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怒极反笑。原来你找我是为了这个？不全是。王磊慌忙解释，我是真的想和你复合，但如果你暂时不愿意，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帮助。我冷冷地打断他，王磊，我的专业和人格都不允许我做这种事，希望你也有基本的职业道德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留下他一个人愣在那里。回到家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原来那个曾经让我心动、让我心碎的男人，如今在我眼里竟然如此可笑和渺小。第二天上班，王处长找我谈话，小文，旧城改造项目很重要，我想让你担任法律组组长，全程跟进。我有些惊讶，王处长，我来的时间不长，能胜任吗？你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都很出色，我很放心。王处长笑着说，而且你和规划部门的王磊认识，沟通起来应该更方便。我心里一紧，您怎么知道？你们的事情整个市政府的人都知道了。王处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不过你放心，大家都很佩服你的专业和冷静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点头。我会尽力做好工作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查阅资料，分析风险，起草文件。而王磊则像变了一个人，工作上遇到我，总是躲躲闪闪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有一次项目组开会，我指出规划方案中的一个法律漏洞，这块地的拆迁补偿标准不符合最新的政策要求，可能会引发居民投诉，建议调整。王磊满脸通红的辩解，这个方案是我们部门集体讨论通过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平静地指出，最新的政策是上个月才出台的，你们的方案或许是在此之前制定的。王磊哑口无言，其他人也都看向他，等待他的回应。最后还是副市长拍板，按照林律师的建议调整，安全第一。会后，几个部门的同事向我竖起大拇指，林律师太专业了。王磊则站在角落里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晚上加班时，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整理材料，突然门被推开，王磊走了进来。有事吗？我头也不抬地问。王磊站在我的办公桌前，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，你是故意让我出丑的，对吗？我终于抬起头，王磊，这是工作，不是儿戏。如果你连这都分不清，那你确实不适合这个岗位，你就是恨我。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，故意找我的茬，让领导对我有意见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王磊，你是因为什么进的体制内，又是因为什么想离婚的？你自己最清楚。王磊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。如果你真的有实力，就用专业能力说话，而不是在这里无理取闹。我继续低头工作，不再理他。王磊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低不可闻的话：对不起。随着项目的推进，我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各个部门领导的认可，而王磊却因为工作失误被调到了一个边缘部门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王磊发来的项目相关资料。邮件正文只有简单的几个字：供参考，辛苦了。我打开附件，发现是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，比我们要求的内容要全面得多，而且指出了几个我们之前忽略的风险点。我有些惊讶，这份报告显然花了很多心思，远超工作要求。当天下午，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王磊，他的办公室已经搬到了另一栋楼，他看起来消瘦了不少，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，西装也不再笔挺，
整个人透着一股疲惫。谢谢你的报告，很有帮助，我主动说道。王磊愣了一下，随即勉强一笑，应该的，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你还好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他苦笑一声，挺好的，能做点实事，总比整天勾心斗角强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离开，他却突然说：小文，对不起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。后悔什么？我转过身，直视他的眼睛。王磊垂下头，后悔当初的自私和愚蠢，辜负了你的付出和信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王磊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比我想象的要优秀得多，而我比我自己以为的要差得多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懊悔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沉默。祝你幸福，小文，他最后说道，转身走向电梯，看着他略显佝偻的背影，我心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很快就被理智压了下去。项目进行到关键阶段，我们发现一个重大问题，其中一块地的产权存在纠纷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导致整个项目搁浅。王处长急得团团转，这可怎么办？项目都进行到这一步了。会议室里一片沉默，没有人敢轻易发表意见。就在这时，王磊举起了手，我有个建议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，包括我。我之前在街道办蹲点时接触过类似的案例。王磊的声音很平静，我们可以尝试引入第三方调解，而不是直接走司法程序。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，思路清晰，考虑周全，完全不像是平时工作中那个畏首畏尾的他。王处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这个思路不错。林律师，你觉得呢？我认真地想了想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这个方案是可行的，我可以配合起草相关协议。就这样，在王磊的建议下，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调解工作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和王磊不得不密切合作，经常一起加班到深夜。起初的尴尬渐渐被共同的工作目标冲淡，我们开始能够平静地交流，甚至偶尔开个玩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加班到凌晨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饿了吗？我去买点宵夜。王磊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揉了揉眼睛。我这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。好啊，谢谢。他买回来2份简单的面条和饮料，我们在会议室里默默地吃着。还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也经常一起吃宵夜。王磊突然说道，眼神有些怀念。我低头吃面，没有接话。那时候多好啊，虽然穷，但很快乐。他继续说，声音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我放下筷子，王磊，请不要谈论这些。我们现在只是同事。他苦笑一声，我知道，对不起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口，小文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我抬头看他，等他继续。我和处长女儿的事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他的声音很低，我那时候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想找个体面的理由跟你离婚，所以编了这个谎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处长根本没有女儿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在国外留学。王磊的眼睛里满是愧疚。我骗了你，我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笑。所以，你是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机会，抛弃了一段真实的感情。王磊低下头。我那时候被升职的幻想冲昏了头脑，觉得自己前途无量，配得上更好的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可笑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
虽然已经晚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也不可能和我重新开始。王磊的声音中带着认命的味道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过去的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与你无关。我站起身，收拾好餐盒，明天还要早起开会，我先回去了。王磊点点头，没有挽留，走出办公楼。夜风拂过我的脸颊，带走了眼角的一丝湿润。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，产权纠纷终于解决，项目重新走上正轨。在总结表彰会上，王处长当众表扬了我和王磊。这次多亏了林律师的专业把关和王科长的实地经验，否则项目可能要延期半年。会后，副市长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：“林律师，我听说你最近的表现很出色。”我谦虚地笑笑：“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”王处长向我推荐你担任法律事务部副处长，你愿意吗？副市长直截了当地问。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我资历尚浅，能力和态度比资历更重要。副市长笑着说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走出副市长办公室，我的心情无比复杂，既有喜悦，也有一丝惆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